你看这周围啊，大雾弥漫，很难想象啊，我竟然走在这个坟地里面。这里面太大了，周围到处都是这种墓地。哇，现在天色越来越黑了。你看，在这边啊，那个最奇怪的碑文呢，被我找到了。你看，现在晚上啊，我们是逆风行驶，这前面的能见度最多也就是10米左右，完全看不到尽头。雪特别的大，哇，这样我们要开到酒店里面得开大概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是不是还蛮危险的？哇，这边的天气真是特别的恶劣。这外面的风景是不是还蛮不错的？那我现在坐在巴上面啊，要前往 San Francisco 的 Airport 去取车。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这一款车型啊。像上一次我本来租的是一辆奔驰的 GLC， 结果到了以后没有那个车型，就只能是替换成了凯迪拉克的 XT5， 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吧。那今天也不知道会不会同组替换。我只希望，如果要替换的话，那尽量给我替换一个底盘稍微高一点的，然后空间稍微大一点的，这样的话，让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啊，会更加的舒适一些吧。那我们一会儿就去看一看。租到车了。他给的是 X3，也就是我租的那款车，看上去好像还不错。他说的是大概开了3000多迈吧。拿到钥匙了，在 D13， 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汽车了。他现在一共开了28029迈，也就是大约在3万多公里左右吧。按照这个新旧程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还算是不错。但是它的那个轮子啊，现在确实是磨得有点厉害了。不过我摸了一下那个花纹，其实还算是 OK。只不过我不知道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旅程啊，因为要穿山越岭，还要在那个死亡谷里面去做很多的一些探险的活动，不知道能不能经得住这样的考验呢？因为它这个车啊是没有备胎的，所有的胎都是防爆胎，所以希望一切呢能平平安安吧。好，出发。Hi, sir. Let's check your emails. Please wait a moment. 开了一会儿啊，我觉得这个车它的整体的这种驾驶的逻辑，包括它的整体的这种感觉呢，与我那个车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拿到以后上手会很快，不像有一些车啊要熟悉半天。原本这一次租车呢，我本来是想租一个挺大一点的车，因为有一些探险的地方，可能我们得住在这个车上面。但是想到上一次啊，我们租的那个英菲尼迪的那个7座的车，走到那个1号高速的森林里面去了以后就迷路了，然后有些地方路又很窄，要掉头的话就要原地啊来回的折腾半天，因为那个车很长嘛，所以这一次就租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这个 X3， 所以希望这一辆车啊能带给我们更好的这种体验吧。它的轮子我现在有一点点的担心，因为我看上去好像是用了挺长的时间了，不过那个花纹还算是足够吧，就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再看一下。现在外面又在下雨了，你看这个旧金山啊，一般来讲的话也很少下雨的。我前面几次来啊，都是这个天气啊非常的好，而这一次来了以后呢，几乎是连续好几天啊都在下雨。你看，这是出门的第一天啊，现在外面的天气非常的糟糕，下着大雪，真是比较的麻烦了。
我的车已经变成这样了，这样出门啊，真是非常的不方便。下着鹅毛大雪，我得稍微处理一下。就一晚上的时间啊，就变成这样了。来，客官，吃个冰淇淋。行驶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啊，现在已经进入到95号高速公路。你看我这左右两边啊，是一片沙漠之地，而旁边还是一座座的山丘，风景其实看上去呢还蛮不错的。因为远处啊还有很漂亮的一些雪山。不过虽然呢已经没有下雪了，但是进入到这一片沙漠之地以后，这个天空中啊阴云密布，又在下雨了，真是非常的倒霉。你看前几次我们来这里旅行的时候呢，每天几乎都是晴空万里，又或者说是阳光明媚吧。这一次来到这里以后的第一天啊，就开始下雪又下雨，真是非常糟糕的天气。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的探索之路啊。那今天我们要去探索的这个地方啊，一般来讲呢，我们都知道，在人过世了以后呢，那他的墓啊，应该就是长眠的地方了。所以不管是它的朝向啊，或者说是位置呢，就比较的重要。我们都知道中国呢，一般都讲究风水嘛。而我很好奇的是，这个100多年以前的美国的古墓啊，它又是怎样的呢？那现在我们就要去探寻的是一座建在沙漠当中的古墓群了。那这座古墓群，它最特别的地方啊，并不是因为它的年代有多么的久远，而是在这些古墓上面啊，有很多奇怪的铭文吧，甚至有一些啊，还会让人疑惑不解。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古墓群呢？那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呢，一块儿去一探究竟。
又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啊，现在到中午了，所以就在这里停下来呢，吃一个午饭。你看，这是我的牛角包，这里面本来是有巧克力酱，然后我自己呢又加了一些巧克力，这样味道会更爽一些。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废弃的建筑区吧，你看身上都有很多的涂鸦。本来我还说下去探索一下，结果我发现呢，这些房子里面它的屋顶都已经没了，而且房子里面所有东西呢，也应该都被搬走了吧？每个房间几乎都是空的，所以就坐在这里啊，吃个午饭吧。看这牛角包，有点硬，在 Costco 买的 ，Costco 直接就买了一大包，一大包里面大概有10几个吧。昨天用1晚上的时间，你看这巧克力酱都已经全部冻硬了，所以我还有一点咬不动。吃像这样，味道还不错。后天开始吧，这天气应该就会转晴，然后连续10几天吧，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应该都是比较好的天气了，希望如此。哇，外面特别的冷，哇，风吹起来，这人都在晃动。今天这里的室外的温度啊，大概只有-3度左右。原本说是直接走了，但想了想，还是在周围转一圈吧。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小屋。现在已经全垮了。哇哦！全部都是木质的建筑。你这底下。哇，非常大的风啊！你这些棉絮啊，全部都是以前的这个墙里面的。它木质的建筑里面呢，都有这种保暖的包裹。这是浴室，你看。好大的风！这墙上画了一只汤姆猫，这个汤姆猫还戴了一个眼镜，是不是还挺有趣的？看，
子里面。这2楼都已经被拆毁了，你看。你看这外面的风啊，非常的大，还在下着雪。又到加油的时候了，87号。这87号是 regular， 就普通的。这个油加的有点慢，这壳牌的。这里的油是3块1毛91加仑，这个价格啊，非常的便宜了。因为如果你在旧金山啊，或者说是拉斯维加斯这些地方去加的话，那就特别的贵了，应该是得在5块多钱，或者说4块多钱。像有一段时间，美国的油价都已经快飙到6块钱了，不过也还算是比国内的油价低了很多。哇，特别的冷。哇，离线上车，太冷了。加了一个油回到车上，你看，像我头发都已经湿完了，而且手也是慢慢才缓和了过来，就知道这边有多冷了。外面零下3、4度左右，但是风特别的大，还在下着小雪。一般来讲的话呢，如果你要来美国旅行的话，我是建议就租一个小汽车就可以了，因为经济便宜一点嘛。不过如果你要在像冬天啊，或者说是恶劣的地方去旅行的话，那可能就得租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是底盘高一点的 SUV， 这样的话会让你在驾驶的时候有一些安全感。你看，像现在我行驶在这个路上啊，风稍微有一点大的话，我这个方向盘啊都感觉到有一点左右的在这种漂移，或者说有点晃动，就知道这个横风有多大了。不过再安全的车呢，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宜。其实这里离拉斯维加斯已经不太远了，就只有100多公里的距离吧。那现在离我们要去拍摄的那个探索地啊，大概还有15英里，也就是17分钟左右吧。我也不知道一会儿到了以后，这个天气是不是仍然是阴雨连绵啊？如果仍然是的话，那可真是挺糟糕了。哇，这外面的风啊，非常的大。你看，是顺风，这风里面啊，夹杂着冰渣，打到脸上啊，特别的痛，有些都跑到耳朵里面去了。哇，这风是可以推着人走的。你看，在我的身旁，从那一面一直延伸到对面吧，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墓群，完全看不到尽头。那这就是著名的 Goldfield Cemetery 了，翻译过来大概是叫做格尔德菲尔德公墓群吧。那据相关的记载呢，这个公墓群啊，它建造于上世纪的1905年，也就是20世纪初吧。这里埋葬的人呢，也就是
从上世纪啊到现在这100多年来过世的人吧。你看这个巨大的古墓群啊，其实非常的简陋，大多呢都是由一些粗糙的石头，或者说是由一些十字架吧，这样简易的搭建起来的。而稍微豪华一点的墓碑的话呢，会在石头上面啊刻上死者的名字，还有他死亡的时间和他死亡的一些方式吧。你看我周围啊，大雾弥漫，很难想象我现在竟然冒着这个大雪啊，就走在这个坟地里面。这个墓主人啊，应该是叫特德·科克吧。他生前很有可能呢是一个捕猎的高手。你看上面刻上了一个圆盾，还有射箭的那个弓箭，旁边这里是一把斧子还是什么？他生于1909年的8月12号，死于呢看不太清楚了，被遮挡住了。这里还有一些花。你看这个墓啊，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小 baby 的，非常的小。外面呢是一个木质的，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花，中间就全是堆的石头了。这里还有很大的一个像床一样的围了起来，写上了 resting 长眠，里面还是蛮漂亮的。生于1953年的12月，然后2012年过世的。这个墓啊还蛮有趣的，你看还有一个铁门，写上了 Welcome， 里面是鹰，还有一些小战士吧。不知道这个死者生前是不是一名士兵呢？又或者说是美国的警察呢？生于1962年的8月17号，过世于2014年的6月19号，啊，才过世没有多长的时间，10年左右吧。你看这个人啊，他的这个照片现在都已经没了，生前应该是蛮喜欢喝酒的，这里还有酒瓶。1898年，1937年过世的。你看这些墓碑啊，应该都是护理的比较好的，还围了一圈这个铁框。不过里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了，看来是很长时间啊，没有再来扫墓过了。这里还放了一朵小铁花。你看这个占地面积蛮大的一个墓碑啊，同样也是框起来了，应该是历史比较久远了。他也是生于1877年，过世于1923年，到现在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天色啊越来越黑了，你看在这边全部都是石头的这种碑文呢。
而那一个最奇怪的碑文呢，我想被我找到了，它就在这里。你看，在这里有一个墓碑啊，上面刻上了 Unknown Man， 未知的男子。但是底下的这个文字呢，却非常的奇怪，它刻上了 Died eating library paste， 也就是他死于吃图书馆的粘胶。死亡的时间呢是1908年的7月14日。如果你不知道这段故事的话，你就会觉得单从文字来看非常的困惑。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一段故事就会觉得比较的悲伤。那是要从20世纪初的1908年开始说起吧。当时有一个流浪汉呢，他就在这个 Goldfield 的街道上然后游走，但是非常的饥饿。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就到处寻找，来到图书馆旁边的垃圾桶里面不断的翻总算是找到了一个有史以来他认为最好吃的浆糊。可是他不知道那是浆糊他还以为是八宝粥呢，然后就一口气全部喝光了。可是你想，那个浆糊它有60%也许都是化学药剂的明矾，那这个结果你可想而知了。当镇上的人发现这一位流浪汉以后呢，他早已经死亡了，但是大家也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是1908年的这一天过世的。所以在墓碑上面才刻上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人，他死于吃图书馆的粘胶，是不是也有一些幽默，也有一些悲伤呢？那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大家记住他吗？还是说这整个故事都是一个恶作剧呢？又或者说是这本身呢就是一个警示的故事，让大家不要喝胶水呢？谁知道呢？好吧，那这里也就是这样了。那我是阿森，我现在在 Goldfield Cemetery， 那我的旅行又将继续。那我们下期再见。天色已经黑完了，我得赶快离开这个坟地了。十字架都已经倒掉了。好，上车。这手已经完全冻僵了。麻木得没有知觉了。你看。